大家来到 ATM， 大家好，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，我是乡里 Sandra。未来银行里现金很多，这几集我们付出蛮多的，真的是。但是各位尽量用你智慧来提款啦啊！今天的主题是呢，作家文笔智慧交锋。在座的都是我们的作家，名作家。来，首先介绍第一位我们的陈尚志，尚志哥您好。尚志哥你好，对。哇，他好特别，他是 UC Davis 的葡萄酒学位哦，原来有这个学位。酿酒学位。是，那我们今天是作家的主题嘛？是不是今天也有带来一本书跟我们分享？就是我刚出的书，9月初刚出的葡萄酒。对，这本书叫《葡萄酒的一切》。那我希望这本书呢，它虽然讲的东西都算是比较入门而基本，但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说，就是站在一个我们没有这个背景，我如何去了解、品尝这些味道，我如何购买，买了酒如何保存。那如果今天晚上有一个很好的聚会，有餐可以吃，我该挑什么酒？对，来，谢谢。来，第二位呢，介绍的是我们的吴亮和，你好。啊，他是念政治大学台湾史。因为是作家，所以出书的经历6本哦，而且都是历史，而且都台湾历史。哦，你可以举个例子吗？比如，像我自己一本书，我自己的书其实是从硕士论文改写，然后我其实一直很在意是阳明山。就是很近的台北旁边的阳明山嘛，我其实一直在想要把阳明山，其实我们每天都碰到它在哪里？在我们的100块钞票，100块钞票后面那个是不是就是红色中山楼？国大代表当初那个就是阳明山国大代表那个，没错。在这本书想要跟沟通大家讲的一件事，就是因为当时候很多国家重要的角色通通在那边，比如说。当时候的总统蒋介石住在士林官邸，然后上面有草山行馆，然后又有美国人，然后又有日本人，甚至还有德国人跟俄国人都在上面，还有大使的住处，没错。那甚至到现在，我们的保密局国家保密局都还在阳明山的山脚。那个地方这么的特别，你今天在这边讲没有生命的忧虑，讲很多，讲这么多秘密，对啊，没问题哈。接下来介绍的是张佩珊来，大家好，资深的新闻主播，那是念大传的新闻系哦。然后呢，她跟老公一起写了很多的书，然后主要是我们总共出了6本书，然后都是夫妻一起撰写的，对，因为一人写一半，感情不会散嘛。然后琳琅满目啦，因为我们号称是新闻圈的神雕侠侣，所以呢，这个书的内容有的是写夫妻之间的相处，两性的相处，那有的是写怎么样跟孩子沟通，但是对，这不是教养书等等，那也有一些是家庭理财的。来，陈安怡，她也是知名作家了，是，也是6本吗？我应该不止哦，应该不止，但是我有点不太记得了，因为记者圈退下来之后，我就教儿童写作，所以后来的书都跟写作比较有关系。来，谢谢。来，介绍吴佩莹，你好。哎，佩莹你好，佩莹是念辅导跟咨商的，所以她本身是一个咨商心理师。今天也带了一本作品，是的，这是我的新书《你这么好，为什么没自信》。对，你写过第几本？这是我的第7本书。硬要这边第7本哦。对，不可能写1本的会来现场啊。你几本啦？哇，我1本都没写。哎，欢迎2位专家。首先，美女新闻主播沈景阳主播，主播好，大家好。社会科补教名师陈启峰老师，老师好。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。Sandra， 请讲规则。好，这一回合呢，银行金库准备了6万元，抢答之后轮流作答，每答对一个答案是3000元的奖金。那6万元要抢完为止，或是2个题目轮完为止哦。第1题由我们沈主播来举圈或叉，Sandra请出题。不管呢是写书还是看书，都非常依赖眼睛。请问，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的建议，保护眼睛有哪10大方法？请讲答。两横。好，我觉得应该从小就听妈妈说要均衡饮食，对眼睛要好，所以呢就是吃得好，对眼睛会有帮助。正确解有的。来，请加3000。哎，给我了。
妈妈也常常交代我们，要多多看远方，哦多多看绿色的看山跟绿色树，是不要应该盯，会有吧不要盯着山西看啊，对，看远方，看看绿色的。来，对我说，正确解答。来好的，请加3000。 OK，那刚刚安怡那个瓜哥讲的，不要盯着行长讲的，不要盯着3C 看，所以呢，这个3C 产品少使用，哦，远离或者3C，远离3C，突然又把答案讲了。对啊，注意它的谢谢你哦。注意它的那个蓝光要小心。正确解答，但应该是适当的使用电子适当使用产品。哎，对，像我们的3C 常讲，你上个礼拜用了多少时间嘛？对他一个礼拜会怎么出来？对对，对不对？后台要有记录对。对，来加3000。嘿，外出的时候，白天外出的时候要佩戴太阳眼镜，要抗 UV。哦，这个也有，对，哎，对我说，正确解答。来加3000。这太阳眼镜不是为了帅而已啊。也有啦，哦一半一半啦。是那阅读的时候应该有充足的光源。哦，对，啊，很充足重要的光源，对，不能暗地里在棉被偷偷玩手机，对不对？看书，看书来。看，来对我说，答对了。来加3000。这样很。我觉得应该减少抽烟，应该也有这样的帮助。这跟眼睛有关系哦。因为我觉得烟它会有那个一直会燃烧，会有熏，然后所以对眼睛应该也会蛮伤的。或者是尼古丁这样的意思吗？对。好，对我说，答对。我解释一下哈，就是吸烟容易会造成就是眼睛会患上黄斑点退化，那容易会有青光眼跟白内障，所以呢就是不要吸烟，对眼睛是比较好的。哦，来，请加3000。哎，那接下来的东西就多了嘛？对，越来越难了。怎么会难呢？不会，我讲一个比较容易忽略的，好了，好要定期的做视力检查、健康检查，这样你才知道你哪里有问题嘛。哦，早知道早治疗。对，答对了。请加3000。那我觉得应该是要小心，不要外伤，比如说揉眼睛啦，或者是就是要小心东西不要在前面挥啊之类的。对，不要拿着筷子奔跑，对，不要拿着铅笔就是不要，就是小朋友很常会好揉危险的，你拿着叉子到处跑，拿着筷子，揉眼恐睛怖啊！对对我说，答对了，不要乱揉眼睛。不要乱揉，也不要乱扎，对不对？这样好像还行吧？你这是有什么功能的？来，请加太暧昧了吧3000。嘿，我会说就是你要能够转动你的眼球，就是眼球的运动放松，对，然后让眼球周围的肌肉就是可以弹性放松所以才那首歌，我左看右看上，对不对？对，运动眼睛搞半天。来，对我说，答错了。错了。眼睛没有在师大，没在师大，没有在没有在师大。听说翻白眼，不，你翻不过全部白的哦。当然了，全班还得了。你翻啊？对不起，变斗鸡了。你会吗？最多是这样的，所以白眼能翻过去才是正常，因为我们很少眼睛运动，白眼翻过去，要翻得很白，眼睛是健康的，真的。吗？假的？对，然后对睡眠有帮助。哦，好。来，上次不要乱使用一些眼药水，太长期的使用。哦，不要乱就使不要乱点，有的没的。因为有些眼药水可能会说你好像有点不舒服，你就给他点2滴舒缓一下。但他的意思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保养眼你的意思睛的方式。是说，你应该是寻求医师给你的眼药水，对不是自己随便乱买的眼药水。他讲的是意思，可是日本有超多那种点起来真的很舒服，所以你不能，凉。所以你不能乱买啊。啊来，对我说，答对了。真的。而且其实有些眼药水是戴隐形眼镜不能点的，然后有些是戴隐形眼镜可以点的，所以这个在购买上也要看清楚，但最好还是问医师的意见。亮痕，还有一个，我觉得生活作息要正常，因为就是晚上常常熬夜睡觉要赶稿的时候，就隔天起来眼睛会特别的不舒服。不要熬夜，对，不要熬夜，就是生活作息要正常。对我说，答错了，这题没有在上面，好，不在这里面来。张佩珊这样真的是很难呢，因为范围就越来越限缩，一定要10大。我选一个睡眠充足好了。我觉得所有的疾病其实都是睡眠不足引起的。对，睡眠一定因为要充足。刚才说不要熬夜，睡眠充足，作息正常。应该是同一个东西吧？有可能换一个，或是再换一个。那就补充维生素 A 或者是鱼油啊。另外吃。健康食品就要保护，但是真的是针对护眼有关的。来，对我说，
这题要算错的原因，是因为前面讲过饮食均衡了，但的确如佩珊姐说的，要补充的是维他命 A， 没有错。是，但算在饮食那边。是的，所以最后一个很难的。阿姨，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要戴适合的度数的眼镜？比如说，因为有的小朋友可能就会乱戴啊，或者是说你没有去检查自己乱配啊，好，这种是不是很常见？答对了真的。来，请加3000，10大都给你们猜完了，所以好，还有补充的吗？先解释一下好了，刚刚前面有讲到，就是说多看一些绿色的东西啊。为什么要看绿色呢？因为其实绿色的波长是比较短的。那当你在看绿色的时候，你的睫状肌还有水晶体是会比较放松的。然后在刚刚就行长有问到，要看多久的这个电子产品才算这个时间是 OK 的嘛？现在有一个20-20-20的护眼法则。第一个20呢，就是说看电子产品20分钟的时候，你要先休息20秒，然后望远20尺，20尺大概就是6公尺左右，所以这是一个20-20-20的护眼法则。接下来由陈启鹏教授来举圈或插了。是，陈教授请出题。文学与电影其实密不可分，请问有哪些经典的电影其实是用小说改编的呢？请抢答。亮恒。亮恒。我想到的是《傲慢与偏见》好经典，对，经典，答对了，有的。来，请加3000。好，那我要讲的是吸血鬼的系列，就是以前那个德古拉卓九拉公爵，他的翻译不太一样，然后后来就拍成了一系列的电影，像《暮光之城》啊等等等。这个总能听过的吧？有听过。那这么你年代这么久，你都没带过？但是我们这些年代的吸血鬼。不是那个吸血鬼的，是你那个朋友吸血鬼？不是，是另外一个系列的。好，你们应该知道我意思，你知道？有，我跟亮恒的年纪，什么？就不是德古拉那一系列。你怎么可以骂政府？喂，我没有，我们说政府吸血鬼啊。哎，对我错，答对了。好，来，请加3000。那我来讲一个最简单的好了，就是最近被骂的要死的 J.K. 罗琳的《哈利波特》。Harry Potter， 对，泰尔的吧？对我错，答对了。有。哎呦，来加3000，这很快就猜完了嘛。对。饥饿游戏。饥饿游戏。对，反乌托邦的生存游戏。它有一个手是什么笔？没有，他们是这样。鸟的这样是这个吗？没有，他们想要反叛，所以他们就这样亲一下，然后这样。我超爱那一系列书，超级好看，我觉得比电影好看多了。来，饥饿游戏对我错，答对了。来，请加3000。哎，上次。龙纹身的女孩。有。睡，真的。哎，真的很好看那部戏。哎，对我错，都很好看。答对了。有。请加3000。好，那我要说个大亨小传。有 Great Gatsby， 大亨小传，没错，也是今年对啊，里奥纳多演的，对，答对了，请加3000。不过大亨小传当时形容美国景气不好的时候，慢慢的，后来没落了，对，后来就是没落，对，好。接下来，那我要讲一个大家一定知道的《The Ring》魔戒，它也是一系列的好多部曲。对，魔戒对我错，答对了。哎，请加3000。你讲到魔戒，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沙丘，也是一部接一部。最近要拍第3部，对，答对了。哎，请加3000。背影，教父。答对了，来，请加3000。哎，教父也是什么？从第3集开始往回拍。我真的以为教父是电影哎，因为他电影拍的很精彩，我不知道他是小说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哦，音乐我知道。你不要故意演年轻好吗？没有，我真的只知道电影。对啊，马龙白兰度，劳勃迪尼洛，这个我知道。Al Pacino，对啊。OK。你是帕庆狗？帕庆狗不一样的东西啊。接下来该谁了？上智。上智。混血营英雄改编的波西·杰克森系列。哦 ，Percy Jackson。好像是火神什么那种。对，就是波西·杰克森青少年系列。玛莎拉蒂吧哈。波西·杰克森好像是不同系列。波西·杰克是火神啊，他那个。但是因为我们在讲的是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著作。我说好，对我错，答对了。哎，请加3000。你看，我就看一直被猜完了。我刚刚讲的
你们知道我说的哪一系列的吸血鬼？吸血鬼暮光之城这系列，就是 Bella 跟 Edward 这一系列，就不是德古拉这一系列。但我也有讲到暮光之城，我2个世代，两个都有讲到，世代我我误会佩珊姐，跟我们同年代的，真的。还有补充的吗？好，那这些经典电影之所以会改编小说，那就是因为它不然就是发人深省，那要不然就是可以激发情感，像是穿着普拉达的恶魔这样子，对。那还有就是一些题材比较特别，像格雷的50道黎明，色的，你们很喜欢的。不过在这边我要特别讲比《教父》更受欢迎的一部电影是什么？刺激1995，超级好看。啊，你讲《刺激1995》，还有一部电影叫《刺激》啊。对，那个是最早的。刺激1995之所以会，它其实原名叫沙堡，对。那它之所以会叫刺激1995，就是因为前一年出了一部叫做刺激，那因为都是高智商的斗智嘛，所以后来片商把它改成刺激1995。但这部片一开始的时候，它有得到奥斯卡7项入围提名哦，全部被阿甘正传干掉哈。但那它的票房也不好，只有2500万。可是呢，到后来变成录影带市场的时候，结果呢，大家一直看，然后那个观众一直看到后来，电影网络资料库它250大电影之中，它常年位居第1。比《教父》还多0.1分，我个人是不太重看电影的啦。可是呢，因为我觉得太多好电影要看了，可是光我都看了10几遍，对，所以这部电影被人家称之为是经典中的经典，那必看之神作。对 ，OK， 来，我们奖金宣布一下。好，目前这一回合呢，上至12000，亮坤12000，佩珊12000，安怡15000，配赢5000。进行下一回合，赢者全拿。赢者全拿，Sandra， 请讲规则。这一回合呢 ，A、B 2个选项同时作答，答对的话累积奖金，一个人代表1000元；答错的话，此轮就淘汰。那奖金会一直累积嘛？每一轮最后留下来的那一位，可以把账户里面累积多少，你就拿走多少。总共进行3轮了啊，第1轮请出题。AI 人类文笔 PK， 请问下列何者写作出来的文章网络浏览量会比较高 ？A. AI，B. 人类。请作答。哎呦，文东选这个哦，来，佩珊，来，请说。我觉得人类写出来的文章是无法取代的，它有温度、有想法，然后创意无限宽广，所以浏览率应该还是会累积起来是比较高的。要有温度，要温度。对，我觉得影像有可能起来的，但文字真的生命的哈，对，文字的历程累积起来浏览量。我觉得人类比较会有个人风格的展现啦，像俚语啦，或者是比较接地气的一些讲法，可是我觉得 AI 比较难。我觉得作家真的很伟大，因为那个文字是最没生命。是。你怎么文字让你看就跟我看就不一样？对。那如果要写得这么生动，然后让导演去想办法把一个这么好的作品再加分，对，因为导演有可能把作品拍烂掉。对啊。对，但是你看，像现在音乐，我可以跟他说，请帮我写一首周杰伦风格，然后方文山作词的怎样快板，大概都要你给他很多 data 出来的东西，其实很吓人。就是音乐也已经。AI 很可怕。真的吗？对，我回去要用用看。来，无花风格的。对，哎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 人类。那数位行销公司呢做了一个实验，在68个网站发表的744篇文章里面哦，它让 AI 独自生成一半的内容，只有5个月后呢累积看看，每个月其实平均只有52位读者这样爱浏览不浏览的。相较之下呢，人类亲自撰写的另外一半内容呢，高达每个月283位读者浏览，其实浏览率呢还是差了5倍。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哦 ，AI 好像可以生成短时间大量的生成，好像很优质的内容，但细看的话呢，是缺乏人情味的，没有办法真正打动读者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大家都知道秦始皇曾经焚书坑儒，但他也不是所有书都烧。请问秦始皇并没有烧毁哪一类书籍 ？A. 占卜 B. 史书。请作答。啊，是占卜。
所以史书它烧掉，因为都说它不好嘛。对啊，大家都一样嘛。别给它修掉。不想但看占卜它有可能的，因为他向往的长生不老啊，所以他想要多研究一下，对不对？是应该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上次对，因为其实秦始皇差遣很多人去海外帮他找那个长生不老药徐福，然后为什么好像我们现在在秦之前的朝代，有些东西都少了很多很多，特别像是夏朝都没有了。那很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。但他其实好像也听说，他其实也没烧那么多，对，有些把他杖都穿到他头上去。他其实是主要是前置思想，所以当时呢，包括就是文史类的东西都删掉了，都烧掉了。对，他只留下就是医事占卜，就是医疗的，就跟日本人在台湾的时候一样嘛，就是鼓励你从医。对，就没有想到其实也差不多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就是留下来的东西，就是希望你就是不会影响他的独立霸业的，就是他你有知识有思想，那个文人很难控制，很难控制，没错。对，那个什么工人啊、农民最好控制。对，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占卜。其实呢，焚书啊，不是把所有书都烧掉哦，烧的主要是列国的史书，还有儒家的诗啊、书啊，跟百家之言。而呢，医学、药书，还有占卜，还有种树这些书籍哦，他没有烧啊。还有，其实大家都不知道，即便是他要烧的书呢，其实秦始皇在他的国家图书馆里面有留一个副本，他没有真的烧尽。后来是因为项羽来了，项羽放火烧掉咸阳城之后呢，秦朝的国家图书馆里面的书才全部真的没了。所以这是项羽，还把杖上在人家头上。对，秦始皇的头上。对，哎呀，再加5000，哦，1万呢。最厉害哦，这组很难搞啊！下面题请出题。根据英国大学的研究，每天阅读书籍多久就能够减少68%的压力呢 ？A 6分钟 ，B 60分钟。请作答。哇，这好难，请作答。如果你阅读60分钟，那就增加压力喽。为什么？对你来说，我要练60分钟，压力好大，我开始压力就来了。如果6分钟，我看一看啊。你说上个厕所的时候看一看，对不对？对，哇，6分钟对我来很轻易啊，哇，马上让我轻伤起来哈。对，我想选 A 的应该是这样想吧，对不对？阿姨。我觉得我是想说，因为每天5、6分钟，大概就可以读一个大概1000字左右的文章，对，所以如果说我们常讲说啊，晨读10分钟啊，或者是说睡前10分钟，其实我觉得你专注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其实就能够很减压，对，很容易减压，所以我就选了6分钟。那60分钟真的搞不好读得越久，造成压力太长了，反而会上次是不是这样想？对，我也这样想。然后，因为其实这个6分钟好像一个心情的转换，对嘛？你可以暂时脱离一些事情。我想应该不至于需要到60分钟。还是因为我们最近迷上网络，所以对网络的东西长影音我们看不了，看那个短影音，会不会变成这样？对啊，以前还可以看1个钟头的书，现在看一整天的书，起码看到38分钟，我看24，我16，我看16分钟的了。来配音。因为我觉得，因为大部分的人现在专注力的时间真的是大幅减少的。过去可能成年人的专注力可以到45分钟，但是现在可能15分钟就了不起，太多诱惑了。对，所以我想，其实6分钟可以在那个过程当中，就是让你的有点像是收敛你的专注力。6分钟都可以护你一生的。哎，好像不一样，这个时间多长？这个口号呢来。对，但我们也给选择60分钟的来稍微的这个抗辩一下，亮恒。我会觉得是60分钟，是因为它是英国研究，所以我是用一个反动的方式来违反常理的方式来思考。但是具体来说，我会觉得是60分钟，是因为我觉得读书它就是要沉浸自己心灵的一种方式。所以当你很投入在那个 study 或 reading 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会觉得很放松，你不会觉得说哦我还要赶着要做什么，因为我很想要继续看下去，就会让我 relax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
6分钟。英国呢有个大学研究显示哦，每天只要花6分钟的时间稍微阅读一下书籍，你就可以减少68%的压力哦，而且你心灵净化，舒缓你的紧张。那研究团队呢，当时啊，针对各种的休闲活动来测量在那之前、在那之后的压力，那心率的数据差异，然后来评估到底减压多少。结果发现啊，听音乐可以减少61%的压力，喝茶或喝咖啡是54%，不过呢，阅读可以减少68%，它也是最好的。对，有时候看看书，或者看看那些，像我蛮喜欢看 YouTube 里面的很多那个10几分钟的那种，或电影啊，或知识啊，我觉得蛮好的那种。真的，你喜欢看讲大意的那种？可是我觉得那种都会有一因为你拍电影就会想要感受它的美好，可是他用15分、8分钟讲完。我想看的戏，我不会把它看。因为我最近看了一部那个《繁花》。有人说很好看，我就看那个快速介绍到第1集我就赶快停下来，我觉得我要去看他的剧。很好看，30集嘛，对，所以我就想要看，我不会想把它看完会很浪费嘛，就像有的电影一样啊。而且你要看上海话的哦。对，当然我们看上海话的哦。对啊，那2位请稍微休息一下，请加3000。下面一题请出题。英国殖民印度时，为了减少眼镜蛇数量，颁布奖金鼓励民众去抓。请问后续衍生出的眼镜蛇效应是指什么 ？A. 要解决某问题却更恶化 ；B. 短暂有效的解决方案。来，请作答。要解决某个问题却更恶化，来配音。我是想象就是好像我是那个逻辑的推演，你的逻辑帮你解释好了，就像政府要打房越打越糟嘛，对，对不对？太实了吧？对，因为好像就是很多民众就会为了去就是抢抓这个蛇，然后后续产生了很多的问题，为了得到这个金钱，对，然后在这个穷困的比较相对穷困的国家里头，它就比较容易有后续恶化的问题。所以那个抓蛇一定是越抓越恶化。我是觉得它应该是，比如说抓了眼镜蛇之后，可能什么东西变多了，对，还是比如说青蛙变多了，或老鼠变多了。大自然循环。因为之前在大陆有一个同样的状况，就是他们打那个麻雀嘛，就是说打麻雀，然后呢，结果后来那一年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蝗灾。对，所以我是想到这个，所以那个平衡不能失去，对不对？对呀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A 要解决某个问题却更恶化。眼镜蛇效应呢是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哦，当时就说，那你如果要抓到个眼镜蛇，我就给你多少钱，因为是要捕杀它们。结果很多人就说，反正他也不会管我从哪抓的，我就养了眼镜蛇，然后养了之后呢再去换闪金，结果反而导致眼镜蛇数量暴增，所以眼镜蛇效应是来讲这件事情。是加3000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来，请出题。推理小说总是引人入胜，请问史上销量最高的推理小说是以下哪一本 ？A. 一个都不留 B. 福尔摩斯探案。请作答。等一下，什么一个都不留？对啊，我只知道我只知道大陆讲一个都不能少，有一个都不能留的啊。对，我这个是反向推理了，因为福尔摩斯这个听过，但是一个都不留。我想说这题肯定有诈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们制作单位出这样一个这么有名，一个没听过，当然选那个没听过的。肯定是这样，上次这样。如果我记得没错，一个都不留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。直接讲出作者名字。对，然后就是到了最后就无人生还，他的最后的结果是无人生还。所以好像还有一个翻译叫无人生还。有拍过戏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有拍整过电影的剧集。那安怡是想直接讲福尔摩斯的，对吧？因为我印象中福尔摩斯应该是英国就是最有名的推理小说喽。那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拍那个。对，然后我想说史上销量最高的话，应该是他吧？对，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A
一个都不留，一个都不留呢。它的原文是 And then there were none， 是著名英国作家，真的是 Agatha Christie 他写的推理小说，而且史上成就最高推理小说之一哦。1939年就出版了，全球销量超过1亿本。那个时候卖1亿本，很强。那福尔摩斯呢是英国作家啊，柯南道尔的作品啊，4部长篇，56部短篇。它其实不是销量最高，但是它建立了文学史上最让人知道的侦探，就是福尔摩斯。对，因为很多人拍嘛，剧情片，对啊。来，安怡请坐。好，来加2000。这组算有蛮厉害的啊，真的。来，第一题又撑了那么久，来，下面一题请出题。国色天香现在用来形容美丽的女性，请问国色天香原本是用来形容什么的呢 ？A. 鲜花 B. 美食。请作答。都选鲜花，对。但我会想象会不会是当时都会有一些就是国家代表性的花朵，像牡丹花啊这一类的，水国花的，对，就是用这样来形容这个鲜花。而且以前皇上都会有御花园嘛，没事心情不好就赏赏花。赏赏花，哎呦！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鲜花。哎。唐朝诗人呢李正风的诗里面就用天香来形容牡丹花的香味，就像天上传来的。那国色呢，就比喻牡丹的花色超漂亮，就像喝醉的时候啊，这个脸颊会红红的，非常的娇羞艳丽。后来呢，转变成形容女子容貌美丽，然后姿态妙曼，国色天香。是，来加2万哦。哇，累积很高哎。下面一题请出题。阅读比想象中更重要。研究指出，养成阅读习惯可能有助于改善以下哪一种症状 ？A. 阿兹海默症 B. 自闭症。请作答。哦，因为阅读的话就不会产生阿兹海默，所以写日记啊这些啊。可是我以为自闭症的小朋友有时候会训练他们读书啊、阅读。是吗？上次很多自闭症是高功能的自闭症，他本身就很会看书要看是哪一种。所以看多了也会变自闭症。也不能这样子。他的解释是这样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 阿兹海默症。其实美国研究指出啊，为什么阅读可以帮助我们？因为有时候我们看一本书啊，看了放很久不看了，我们再拿起来看，还是会记得它前面发生过的事情。这个就叫做所谓的情节的记忆。所以呢，年纪增长，这种情节记忆力会下降。但是你本身如果阅读习惯的人哦，不停的环境中反复练习这种回想起之前那个情节的这样的记忆力呢，定期阅读，你想想看，你一直在动脑，那你记忆力当然保持比较好啦。就像我们有时候因为现在的平台很多嘛，你可以 HBO 啊、Disney Plus 啊，或者是 Netflix，那你会看，常常你看的这个时候，看到第33集都，你不知道因为办事情很久都没看，回来又找到别的台看，看到第20几集，后来隔几个月回头再看，你就开始想啊，我有看过，那之前剧情怎么样？对，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不会把它看完嘛，因为你看着看着又去工作，看着看着工作，我这样接。或是同时看很多本书，或是追很多不同的剧啊，对，你还是知道每个在干嘛。原来这样可以防止阿兹海默。对啊，所以不要一次把它看完哦。来加2000，你们第2题答对了，现在第3题答对，奖金均分哦。来第3题，请出题。当作家文笔美妙，写作能力极佳，我们会称赞他妙笔生花。请问这个笔原本是谁的笔 ？A. 李白 B. 唐太宗。请作答。李白啊。第3题，来，李白上次。是，因为其实李白写得很好，我们都知道他是诗人。唐太宗是皇帝啊。唐太宗看诗就好了。那会不会大家巴结他？唐太宗一写说，哇，妙笔生花，送你一个我的笔，皇上你的笔好啊。您觉得李白跟唐太宗谁写的好？那当然是皇上写的好了。这么谄媚哦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A
李白。其实呢，笔在古代啊是指一个人很有文才，所以呢，晚唐的《云仙杂记》这本书里面呢，记载了唐代著名诗人李白他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个梦，他梦到自己用的笔头上面长出花来，然后没想到他长大之后果然才华洋溢，所以大家就觉得，他梦见这个笔头生花是文才灿烂的征兆，后来衍生出妙笔生花，用来比喻很会写作。哇，太厉害了！好，来加2000，2400，也就是要均分了嘛。对，来12000，请进入上次的账户，你就变24000喽。是24000。9000块的吴佩莹再加12000。对。来，3位请回来。哇，那是以上是第1轮而已，你要3轮哦。才第1轮呢，还好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他们很厉害啊，征战好久啊。对，来，接下来第2轮第1题，请出题。婚姻持久的秘诀，美国调查研究指出，以下哪个做法可以使婚姻更为长久 ？A. 有多于1个小孩 ；B. 跟伴侣成为好朋友。请作答。哟，开始就分成3对2了哈。阿姨，因为我觉得有小孩应该会让婚姻撑久一点，是因为可能如果没有小孩的话，2个人其实坦白讲，有时候翻脸啊或干嘛就很容易分开。但是有小孩的牵绊会多一点。然后如果有多于1个小孩的话，有时候到了像我们这个年纪，小孩就会变成和事佬。真的，然后呢，他就会居中做一些缓和啦，等等，反而会让我们的婚姻状况变得比较好。以现在我们的台湾生不如死啊，当然是希望这个答案。对呀。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吗？佩珊？我这一题有错不得的压力耶，该怎么办？对耶。那因为我跟我先生真的是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真的对于婚姻紧密很有帮助。相知相惜，也要互相赞美对方，是，我觉得很重要。正确答案是。第1，和伴侣成为好朋友。好险。这有个数据的，美国康奈尔大学用10年的时间采访了700对老夫妻，你们是怎么样维持幸福快乐的婚姻啊？他们说要跟另外一半当最好的朋友，因为呢，双方呢像朋友的话呢，有可以培养共同的兴趣啊，然后3不5时有时候尬聊、闲聊，什么都能聊，分享一些生活的小事，这是婚姻持久最重要的秘诀。是的，2位请休息。好。请加3000块。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电器不用时，拔掉插头可以省下待机时的耗电。请问哪种家中电器待机耗电量比较高 ？A. 冷气机 B. 洗衣机。请作答。难呢。一阵静默，请作答。请作答。好，佩莹想了半天，觉得洗衣机。我用猜的，那我是加山西笨蛋。冷气还可以拔掉插头？可以啊，你要怎么有？没有，不然它是怎么来的电？懂开关可以关掉吧？而且冷气机的插头大部分都在上面哈。这题真的很难呢，因为冷气机跟洗衣机都是家里面吃电最厉害的怪兽。对，前几名。不是因为我家是放在阳台是那个大的，那怎么去拔插头？它后面还是会有插头啊。没有，这样。洗衣机的后面对会大费周章，很难拔哎。中央空调那种。对，那我拔插头，我只能在按键里面是关或开而已啊。而且它有没有那个烘干功能？洗衣机，然后冷气有没有暖气功能？这个都有差异，所以它会比较耗电，就对了。好，但 in general 的来看的话，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B 洗衣机。洗衣机要拔掉。对，可以拔的话最好拔，因为根据经济部的能源局他说法那拔插头啊，可以节省电费的话，主要关键在于它是不是待机的电力。比方说像是关机的时候还会有闪着那个红灯的电视啊，或是洗衣机，这种就叫做待机的，需要耗电的。那洗衣机大概1天呢会耗大概4.19瓦，冷气机耗1.81瓦，所以相对来说洗衣机还是耗电量比较高哦。所以如果说你出门的时候拔掉这个插头，要出远门的话，
的确是可以使用省电的。那另外一种叫做非待机电力，就像说你没拔掉插头也不会耗电，像你的吹风机，因为你没使用的时候关掉是没事的。所以出门的话要把那个，因为我们电视关掉一定有红灯啊，对，所以要把插头拔掉。那个可以拔。如果你要出远门啊，对，然后像是洗衣机也可以拔啊，冰箱是不可能嘛。那出远门冰箱你就收掉了。对，像吹风机那些就没差了，因为没使用。来，2位请回来。知道了。来，请加1000。总共这一回合4000块，请进入吴佩莹的账户。对，他又问一些作家加电题就会变这样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他25000刚好赶过24000，还有一轮哦。大家还有机会哦。是的。来，第3轮也是最后一轮，请出题。你也不看纸本书了吗？根据研究，在荧幕上阅读可能会产生荧幕自卑效应。请问这个效应是指什么？ A. 理解力较低 B. 容易分心。请作答。请作答。哇！佩珊，只有你一个人选理解力较低，因为我想到自卑是一种心理的感受。如果说太久不看纸本书了，然后在荧幕上阅读，会很容易看不懂。看不懂那个理解力差，理解力比较差就会比较自卑。我的逻辑是这样，所以我选了跟大家不一样的答案。亮衡，我觉得因为在荧幕上很多时候它还会有其他的讯息可能会跑出来，就是现在的载具太多了，所以你在阅读过程很多时候 maybe 会有其他的资讯跳进来，就很容易让你分心，说我哪个事情又没有做，或者哪个事情又要去回这个讯息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容易被分心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 理解力较低，研究显示呢，如果长期在荧幕上阅读可能会导致你的理解力变低，记忆力也会变差。这种现象就叫做荧幕自卑。那实际上是有做研究的，研究员让每个小孩子先阅读纸本，再阅读荧幕，然后之后呢，再用问题来测验你理解多少。发现孩子阅读纸本的时候，其实他的认知的参与度跟注意力会比较高，显示说还是多多建议大家可以阅读纸本书哦，因为你认知焦点会很 focus， 你的精神警觉性也会比较好。是哦，来加1000。1000就这样，没有意义啊！来加进了我们佩珊的账户，因为只有你一个人赢嘛。对。好，3轮都比赛完了呢，我们请乡里来宣布他们奖金。好，最后上至24000，亮衡12000，佩珊13000，安怡15000，佩莹25000。恭喜佩莹25000获胜，险胜了哈！险胜。来进入最终决战 ，Battle ATM。恭喜佩莹今天也反败为胜了，对，1000险胜，对吧？来，这个卡，谢谢，麻烦你请插卡，金库请打开。今天挑战的是25000块的奖金，但是先必须通过2道密码题目的考验。2道密码呢，分别是总笔画43画的省电拔插头，或是总笔画31画的新书一直出。省电拔插头有时候多此一举吧。对啊，或是随手锱铢必较。对，很喜欢计较。那我们要想新书一直出好了，有完没完？就身为我朋友常叫我就是出书机器。对啊，可是31画没有很多。对，洛阳纸贵。洛阳纸贵。对，文思全有，文思全有，对呀，正笔疾书。对，这个应该选这个了吧？对，我会选这个31画新书一直出。请锁定31画新书一直出。那省电拔插头到底是哪4个字更简单的成语？请公布。釜底抽薪。釜啊，就是锅子，古代锅子。这个好简单哦。你看你没有选吗？就陷阱，结果新书一直出很难了。待会用手写31画哈，清楚写字再写密码，慢慢来哦。好，总共1分钟。新书一直出，请出题。方兴未艾。这跟我们送钱吗？计时开始。我们今天怎么那么大方，一直在送钱？按对心。我来就可以了。不用做加薪。对。
喂，爱6，赢，一定守不住了，守不住啊！对，这根本就直接送啦。来，请公布密码。04160506。对我错。来，恭喜！怎么办呢？一定有的吧？是，哎呀25000块了。对呀，谢谢。这边，那这是真钞。恭喜你！方兴未艾，你要不要解释一下？方兴未艾，你有没有解释一下它的意思啊？方兴未艾啊，我常常听到但就是我现在一时间开心的解释不出来，怎么办？它就是方方面面呢都正在兴起，没有要停止的意思。然后这个爱是停止的意思，非常的文思泉涌，然后非常的兴盛的那个脑波，没错，然后让你就是正比级数的停不下来。应观众的要求，一本又一本啊！方兴未艾，真是好，来谢谢，恭喜，谢谢。我们也是方兴未艾，一集一集的送啊！哎呀，还没有要停止，还没有停止，来请休息。谢谢。哎呀，恭喜！哇，我们已经连中3元了，哎呀，好像没有停止脚步送给大家，不是送给大家，观众朋友也可以获得很多奖励。对呀，对呀，别忘了要上我们的 Instagram 跟 YouTube， 只要找拜托 ATM 或是 Battle ATM 就可以看到相关获奖的资讯。是，恭喜有25000啊！谢谢各位作家今天来我们现场，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， 把智慧变现。谢谢大家，感恩大家，谢谢。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？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